那提到了这个我们的肺部的疾病啊，有可能会影响到身体当中的其他的方面，甚至我们的心情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中老年朋友比较关心的骨骼说起。其实很多的患者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他本身就有骨质疏松的这种担忧了。那听说要用激素类的药物，就会变得非常的焦虑啊。那这里面的风险和关系，我们到底孰轻孰重，怎么样去权衡它呢？哦，明白。这个问题是比较冲突比较大的一个问题的。首先，那个慢阻肺的患者呢，他本身就在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高风险人群里面，就是一个年龄比较高的人群。然后呢，第一呢，他本身的疾病它是影响这个患者活动量减少，对，日照不足，然后导致这个钙合成的一个障碍。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慢阻肺的一个会带来一个持续的一个低度的一个炎症，这个炎症会影响这个骨骼的一个代谢。第三呢，就是用药，就刚才您提到这个激素的用药，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这个骨质疏松的一个情况。但其实尤其是用药这一点啊，我们觉得身边的这种情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大家对于激素这个词儿是很怎么讲，非常紧张甚至恐惧的。明白。这个就是其实也不用太大的恐惧，就是刚刚我提到大部分的一个慢阻肺患者，他用的激素都是吸入性药物，吸入性药物的这个激素用药就是0.几微克，它一次的量，它这个量是非常少的，而且进去以后呢，它是附着在气道上或者是肺泡里边，它很少会进入血液。然后不进入血液以后，它才会影响那个骨质疏松那些。如果它只停留在这个肺部，其实它的影响很小的。所以说吸入性激素这一点呢，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大家不用担心。所以虽然是使用到了激素但是不必要谈激素色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关注疾病本身和怎么样去治疗它，还有对于整体生活的影响和状态。那对于患者来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您刚刚也提到了，其实它本身就有一个这个交界区，很多的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它和这个我们的肺部患者，其实它本身就有很多的重叠性。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主动的去守护骨骼健康呢？好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一些高风险的因素，大家反着去做其实就是对的。比如说日常确保这个钙和维生素 D 的一个摄入，然后奶制品、豆制品或者是深绿色的一个菜的一个都是钙的很好的来源。维生素 D 呢，可以通过日照或者是食用这个海鱼等等来补充。第二个呢，就是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增加一些这个力所能及的锻炼。那这个锻炼过程中呢，也会增加一个骨密度的一个增加。第三呢，就是防止跌倒。因为那个骨质疏松的最大的危害就是骨折。如果说这种老年人他本身就有骨质疏松风险，摔倒的话，他可能恢复的时间要比普通的人要更长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提到这个激素，我刚刚提到吸入性激素，但是那个有些的患者到了严重的慢阻肺的时候，他也是有口服的激素的。那这个患者呢，就是他为了避免他的喘憋加重，控制症状，有口服激素这种人也不用担心说一定会骨质疏松，因为开口服激素同时医生还会开这种钙制品或者是维生素 D 来补充你的钙的流失，同时呢也会因为那个口服激素量其实也不是说能达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能让钙流失或者是器官损伤的一个程度，也是一个安全可控的范围，所以也不用担心这个钙的情况。所以其实我们总结起来就一句话，遵医嘱，对吧？医生其实是考量到了这个各个方面的影响了。那我们再说到运动和安全上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呼吸类疾病如果说常年处于这种呼吸不畅或者是胸闷咳嗽喘息这种状态，其实人的心情挺难好的。那另外还有反过来说其实很多的心理类的疾病，它往往第一个指征也是从觉得胸闷、觉得这个呼吸不畅开始的那这一方面您觉得这种情绪问题的相关度有多普及呢？这个是非常普遍的。其实这个呢，就不光是慢阻肺校长中，就很多青少年或者是上班的人，有时候也会有体会，就是焦虑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心里难受或者有抑郁状态的时候，他的呼吸都是不畅的。
就是它会出，刚才你说的非常正确，它是第一个症状。那对于慢阻肺的患者，他本身就有一个呼吸不畅的情况，他睡眠不好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心理。那这个就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想不开或者是人格问题等等逐渐加重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态呢？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呼吸的状态，和这种呼吸上的感受和我们心理的状态，它关联度这么紧密呢？它有什么样本质的关联？对的，首先就是人的呼吸中枢是大脑的一个最高级的中枢，就你可以看到高位截瘫的患者，然后他可能就是其他四肢可能都不太动，但是他的呼吸系统是在他手和脖子以下的位置，但是他不影响。是因为呼吸的中枢是在脑的更高级的中枢，也就是说它更容易受到这个情绪的控制和反应，你脑内多巴胺等等的一些分泌都会影响到情绪上，包括你肾上腺素的分泌，你激动的时候，你的呼吸频率、心率都会加快。那这个时候呢，所以说人的一旦情绪的低落，它也会影响到这个呼吸的频率和呼吸这个肺功能。所以其实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病症本身的问题啦，其实它也涉及到怎么样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过得更加愉快一点啊。